从北京到广州，你是选择高铁呢，还是会选择绿皮火车？对于这个问题啊，想必大家一时不好回答，因为选择坐什么车都要有必要的先决条件，即你是赶时间呢，还是更关心车票的价格？只有基于先决条件，每个人才会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要乘坐的车型。也正因为如此，哪怕现在我国的高铁里程已突破了10万公里，普速火车依然有大把的人选择乘坐。普速火车的性价比放在仍是发展中国家的我国，仍然有着不可忽视的重量。那么，未来高铁是否会将其取而代之呢？如果要让经济条件有限的人也坐得起高铁，我国还需要做出哪些努力？没有高铁之前，普速火车又分为慢车、普快、特快、直达、零客等几种车型。相比于后来出现的高铁，这几种车型的区分重点不是速度，而是停靠站点是否密集。比如慢车和普快几乎逢站必停，而特快停车的站点很少，一般4到5个，直达火车停靠的则更少，只有2到3个。虽然现在的普速火车依然有 Z、T、K 等区分，但由于速度基本无区别，和大类型的高铁比起来呀，它们都被归类为普速了。所以从普速类型的区分看，这些早已有名无实。而中间停靠站点是否密集，这既是普速火车的优势，同样也是它的劣势。先说它的优势，如今的普速火车除了100%覆盖了省会城市和各地级市之外还有大量的站点覆盖到了县级城市以及乡镇。这部分旅客在选择乘车出行的时候只要有机会，肯定愿意选择直接坐到家门口，或是从家门口坐车。当然，旅客能够从更近的站点上下车，既是优势也是劣势，因为停靠更小的站点就意味着这趟车停靠站点很密集，火车开行的时间就延长了。一部分人受益了，但也有人会不愿意。这部分不愿意的乘客在出行上就会避开停靠密集的车侧，要么选择特快，要么选择直达，或者直接选择坐高铁。不过呢，还是会有旅客不在意多坐几站，或者说多坐一点时间。这就是普速火车的第二个优势，价格。以长途线路来说，普速火车上最贵的软卧都要比高铁上的2等座便宜几百块，而在中短途线路上，高铁的价格普遍也是超100元，普速火车的票价则维持在100元以下，有些票价甚至更低。所以看重价格差异的旅客，多数时候都会优先选择普速。高铁凭借速度优势圈粉无数，但是普速火车依然有大把人选择乘坐。除了站点密集和价格优惠，普速火车还有哪些优势受人青睐？其中一个优势便是普速火车是24小时开行，高铁则局限于白天。对于旅客来说，有时候的出行时间不一定都能集中在白天，在需要夜间出行的时候普速火车就给了大众更多的选项。也有旅客认为高铁都是坐票而没有卧铺，如果是长途旅行的话，买一张普速的卧铺票，无论是休息还是价格，性价比都优于高铁。虽说有旅客依旧愿意为普速火车买单，可它整体上的开行数量却在逐渐减少，而且这一趋势已经越来越快了。自从10几年前高铁逐步开行以来，其占比先是只有普速火车的1/3，之后逐步和后者55开行，而到现在，各地高铁的开行数量已基本都超过了普速火车。以繁忙的京沪线为例，没有高铁的时代，每天北京开往上海超40趟列车都是各类普速火车。高铁开行后普速火车的数量在逐年减少。时至今日，北京开往上海的列车中，高铁包括动车在内，每天有44趟，而普通火车只剩下了唯一的1趟。另一条长途线路北京到广州，每天整体开行的列车数量并不多，但高铁的开行数量还是超过了普速，前者有6趟，后者只有4趟。普速火车开行被压缩的同时，高铁站点的数量其覆盖率正在进一步扩大。截止到2021年7月，国内各级城市开通高铁站点的城市已有339座，高铁站点的覆盖率已经超过80%，也就是说，国内大部分的地级市基本上都通了高铁。同时，各地级市又有新的高铁站点在不断开通中。10多年前，大部分人还是更看重价格，然而随着普速火车的削减，直接导致每趟普速火车上经常人满为患，拥挤程度再加上时间，让普速火车的性价比大打折扣。于是呢，大量看重时间效率的出行者率先放弃了普速火车。在这种局面下，不管是因为普速火车被削减，只能被迫接受高铁，还是主动体验高铁的快速，这都逐步改变了大众的出行局面，使得高铁出行成为了主流。近几年普速火车被削减，有的人只能被迫接受高铁，
大众出行也逐渐以高铁成为主流。有人可能就觉得，是不是接下来的普速火车就真要成为绝唱了？进一步削减普速火车肯定是未来的趋势，但是普速火车也不会完全消失，尤其是在一些偏远或者铁路支线区域，以慢火车为主的普速非但不会消失，还会成为各地列车运行的主流。当然，这类慢火车也不是人们惯常认知中的普速火车，而是时速在100公里以下、没有空调、能打开窗户的更老式列车，也就是人们以往认知中的真正绿皮车。现在主线上行驶的绿皮车是前几年铁路系统改革后重新刷的绿，此前这些车型的颜色有红白、蓝白等区分，也因此重新刷漆的绿皮车和以往原本就存在的绿皮车又是2个不同的类型。而偏远地区继续运行的慢火车基本上都是这类真正的绿皮车，这些车次有分布在东北林区的，有穿行在西南大凉山地区的，也有位于中部沂蒙山地区的。总的来看，慢火车分布的区域都是那些交通相对闭塞、经济欠发达的区域。为满足这些区域内人们的出行需求，慢火车不但继续保留，而且价格低廉。从这个角度去看，慢火车虽然存在，但是和主要线路上的交通出行是区分开来的。这些运行线路独立于主线铁路，除了本地人经常乘坐之外，再有就是外地来的游客去体验了。所以说，慢火车的作用就是兜底的，在火车不断提速的同时，也要保证到各阶层的出行需求。还在2019年的时候，武汉就已经在试开行夜间的高铁了。由于列车和线路的检修，时至今日，大部分的高铁都还是在白天运行。但是就未来的趋势看，夜间高铁的开行势必还会增加。虽然现在白天的开行车次已经能够满足大众的出行需求了，一旦高铁在夜晚也逐步运行，普速火车的空间势必会进一步萎缩。纵然人们都觉得普速火车的价格优势很明显，但是在大的发展趋势面前，个体的出行观念势必会被重新塑造，尤其是对00后以及将来更年轻的群体，未来他们对火车的认知就是高铁，而普速火车只能成为年纪大群体的一种集体追忆。每天嗨科普，我是闪电哥，咱们下期见。